前不久，河南面对天降暴雨，受到洪涝阻隔的被困群众无法获得生活所需的水和食物。面对如此危局，我解放军航空兵的3架新型直20多用途直升机携带矿泉水和食物，冲破艰难险阻，飞抵灾区群众上空，给群众投掷生活必需用品。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近日，河南郑州附近天降暴雨，数天倾泻的暴雨总量足足1800个西湖，这导致河南省会及其周边城市遭受了巨大的洪涝，数十人伤亡，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严重的巨量损失，各种基建设施被毁坏一空，大量群众面临着断联断粮的威胁。不少人无法和救援队和家人取得联系，这就造成了搜救任务困难。针对此，我国应急管理部门派出了翼龙 2H 应急救援无人机，该无人机携带了基站信号吊舱，从贵州飞行1100多公里，到达河南灾区上空，给受灾群众提供信号链接，大大的加速了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不过，被困人员还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食物和水的问题。人是铁，饭是钢，没有充分的食物和水补充体力，那么受困人员的危险又会极大的增加。翼龙 2H 无人机的载荷只有500公斤，无法携带更多救援物资，而载重达数十吨的大型运输机只能在数千米的上空投放资源，这样做只能导致投放物资的准确度大大减少，投放到偏远目标的地方。由于四周都是深水，那么被困群众肯定是不可能过去寻找救援物资的。所以在此危急情况之下，我人民解放军集团军直属空中突击旅向灾区派遣了最新款的运输装备，即3架中华黑鹰直20多用途直升机。画面显示，这3架直升机被部署到灾区附近后，由本地的公安干警和其他工作人员接连往直20直升机机舱内部运送矿泉水和方便面。不一会儿，这数百件救援物资就占满了整个机舱。随后，直20直升机起飞，前往灾区预定位置。到低位置以后，直20下降高度，到离地面几十米之后开始悬停。随后，直20打开舱门，向下投放救援物资。直20的这次行动有力地支持了灾区的救援工作。直20多用途直升机是哈飞集团设计的一款多用途直升机，也是中国第一款10吨级的中型通用直升机。之前，中国的军用直升机长期处于落后世界先进水平的。从建国后，我们一直仿制苏系直升机和法国直升机，先后生产出了 Mi4、直8、直9等直升机。但是这些直升机有的负荷太小了，有的虽然负荷大，但是最大飞行高度往往在3000米左右。这对于飞越西部山区和青藏高原，给条件艰苦的边防部队运送给养几乎是不可能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向美国购买了100架 S70 直升机，此款直升机是美军黑鹰直升机的民用版，升限可以达到6000米，飞越西南山区和青藏高原不是问题，而且载重量也大。但是随后美国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只向中方交付了22架就停止出售了，这就造成解放军严重缺乏高性能的多用途直升机，于是直20应运而生。但是直20多用途直升机的诞生则表明，目前中国多用途直升机已经位于世界的第一梯队。直20采用2台动力强劲的涡轴式发动机，每台马力高达2140马力，最大速度每小时360千米，航程460公里。这使得直20的升限达到了6000米，和美国黑鹰的升限是一致的。而且直20可以在机舱内部容量有1吨左右，加上外挂货物，足足可以达到5吨的载重量。这么大的载重量使得直20接受多种用途的改装，空军可以挂载反坦克导弹和机炮吊舱，把直20当作专职的武装直升机来使用。陆军可以把直20的机舱两边大门加装上机枪，搭载人员成为特种作战飞机，或者只运送货物，
海军则可以把直20改装成反潜机，或者是改装成海军的武装直升机登上2栖攻击舰。所以直20所应用的方式多种多样，这将大大提高直20直升机的可利用率。不单单是军队，这一次的抗洪救灾当中，直20直升机也显现出了其巨大的作用。尽管这款直升机才刚装备部队不久，但是这一次也同时出动了至少3架支援灾区群众。一方面，这体现出了新直升机极佳的可靠性，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其列装速度恐怕并不慢。而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了我国对于这种中型通用直升机的巨大需求，不仅仅是局限于解放军，在民间同样也是如此。而这也很有可能意味着，未来我国直20的装备数量恐怕不仅仅会是只有1-2千架这么简单。